功课做得怎么样了？大嫂，这些书文劫掠，大哥动动手指头全处置了，为什么非逼我来看啊？大哥让你看，自有他的道理，你认真看就是了。嗯。东海入京的使团名单。大嫂，你看，这人是谁？东海莫兹侯，他是今年琅琊榜上第一高手。他来京城做什么？对啊，莫非与淑妃有关？你看过书上写道：“辽备伯夷，请以东海之礼祭奠淑妃。”淑妃？哪个淑妃啊？东海与我大梁素有联姻之意，20年前曾遣驾2位郡主入京，一位迎入东宫，就是淑妃娘娘。那另一位呢？另一位由先帝许配给2皇子，就是现在的莱阳太夫人。莱阳太夫人？嗯。袁启的母亲。我差点忘了，她也是东海人。莫兹侯名声虽显，但在东海却是离尘隐逸之人。这么多年，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淑妃娘娘的嫡亲兄长。淑妃娘娘仙逝已经7年了，她怎么今日突然想起要来祭奠？祭奠骨肉手足乃人之常情，可她只是来祭奠的吗？不管是什么缘由，不管他有无恶意，这天下第一高手入京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幸好咱们大梁也不是没有人才，京城中能够当面与之一战的，倒也有那么2个人。飞展和平京。飞展虽说不在琅琊榜上，但是人人皆知他是顶尖高手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平京，父王放心，平京这些年在琅琊阁可不是去玩耍的。他若是与飞展联手，不说天下无敌吧，那也差得不多。臣以为，这次莫兹侯来意不明，恐怕无法以常理夺之，不如就放手，给飞展和平京不加约束，就当是装江湖时，让他们随机应变好了。我看就交给孩子们吧，这实在不是陛下操心的事儿。可他毕竟是淑妃的兄长，朕准了。飞展和平津那儿，全都由你去吩咐吧。是。母亲，母亲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？孩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母亲。我能有什么好消息？你说吧。今日朝中通报，东海已经派出了使团，预计下个月底就能到金陵了。母亲远嫁至此，娘家来人了，不是应该高兴吗？当然高兴。母亲就是太高兴了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国书中还特意提出，
东海一族的情分。你我是同时嫁入大梁的，你私自带了些什么东西，我自然知道。既然妹妹已经明白，又何必非要亲耳听我说呢？这东海诸郊的韩信，你是知道的，你这是要断了长陵王府的子嗣啊！我心中的怨愤难以消解，还不是因为长陵王信害死了我的夫君。我一直都劝姐姐看开些，好好守着你的元气，安然度日，不要再有无谓的怨恨。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？你但凡下手害人，哪能真的毫无破绽？一旦事发，同为东海人，怕是我也逃不了干系。可此刻庄和肯定已经送出宫去，妹妹想要怎样？我给你10天的时间，把该拿回来的东西想办法拿回来吧。这已经是我能为姐姐所尽的最大的情分了。妹妹，妹妹说的对，是我一时糊涂。多谢，还愿意给我留下一条生路。母亲，母亲，是啊，妹妹去世一晃也有7年了。国书指明要以东海之礼祭奠淑妃，自然不用白神降服。不知娘娘为何要宣召微臣？祭奠自有旧例，请你来不是为了这个。听说淑妃的兄长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对于他，本宫倒是想多了解一些。娘娘的意思，微臣明白。墨子后进京，朝中上下自有所警戒，微臣有半点消息，定会立即禀告娘娘。上师一向神通广大，过奖，还请娘娘放心。夫人，盒子的事情是否有所变数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看夫人阙中灰暗，这乃是灾祸降临之象。昨日在下夜观星象，紫微星暗淡，东南克星闪耀，呈相争之势，这是手足相残之象。你是说，夫人有一位同族姐妹，要置夫人于死地。同族姐妹？
坐。这是我父王私藏的好茶，上等全川。尝尝看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快说。我一会儿还要给萌姐姐行针。大嫂的事查不到行凶之人，我心里一直觉得不甘心。你曾经说过，这东海珠胶是极为难得的药材，肯定不是人人都能拿到的。所以我想问，如果从来源追查起，是不是一条路？东海珠胶药性极寒，对治疗热症非常有效，年年都有人采集，发售给燕梁、余楚诸国的商贩，货卖四方。它之所以难得，是因为它产量极低，价格昂贵，并不限于何时何地何人可得。以此推断，有东海珠胶的人一定不是一般寻常人家，别的就再没有明确的指向了。我大哥跟大嫂感情好，大哥不娶二色，这不是要绝我大哥的子嗣吗？这下手之人是对长陵王府有怨恨吗？用这种手段，可见此人并无机会正面寻仇，甚至外出的机会都不多。对萌姐姐下手，也只是利用粉合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行凶之人很可能是一名宗室内宅女眷吗？这要真是女眷，那我可就没办法了。这宫城一堆的女人，她们都是什么性情，彼此有什么恩恩怨怨的，我一概都不知道。这让我怎么查呀？军长，世子，飞展来了，快请进吧。去把二公子叫来。是。你们两个当街打了一架之后，还没碰过面吧？平京为了护卫家人，出手自然过重，也不完全是他的问题，我也有责任。但是你阻拦他的好意，我心里倒是明白的。二公子，荀大统领来访，世子请您去一趟。大哥，荀大哥，坐吧。你们两个马上就要联手办一件差事了，可不能总是这么没话说呀。联手办差？荀大哥是陛下御前的禁军大统领，我无觉无职的。我们两个联手办什么差啊？你这么聪明，猜不到吗？莫兹侯，莫兹侯琅琊榜排名第一，能当面见到这样的顶尖高手，机会还是挺难得的。非金非玉非铜非铁，萃东海之水，结无晶之剑。单凭这把兵器，也确实让人好奇。琅琊阁权衡天下大事，盘点世间英豪，排位从来没有错过。这莫兹侯能登榜首，确实有他人不及之处。对于此人的武功，你有什么知道的？琅琊各榜，皆由老阁主一人评定。我知道的，和你们应该也差不了多少。大致来说，莫兹侯更像是一位隐士。他独居海岛，剑法协力，少有出手，从不知道他师从何人，可称得上是神秘之极。是，我们只知道他是东海人，连他的皇室出身都不清楚。说实话，一直以来，我以为莫兹侯是他的名字。难道不是他的名字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是他的封爵吧。
他是什么呢？就算他是天下第一，就算他来者不善，可到了我金陵皇城，他还能掀起多大风浪？不可惊吓推断，东海时隔7年，突然提出要祭奠淑妃，一定事出有因。不瞒你们2位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这个东海使团虽然月底才到，但这位天下第一高手，应该已经到了金陵城。想死，还是想回答我的话？想活，想活。7年前，宫里淑妃生产，你是当值太医之一，对吗？是啊。死因为何？是胎位不正，难产。真的？淑妃娘娘位分不一般，怀的又是皇嗣。这1尸2命，那是天大的事。陛下命宁王爷和内廷司足足查了有3个月，这怎么可能有假呢？你把当时在场人的名单全都给我写下来。6名死者，3个是太医，1个是稳婆，还有2个是太医的家人。这样的剑锋，连你都未必能使得出来。可见你感觉的没有错，这个莫兹侯应该是已经进了金陵了。可是这天下第一高手为什么要杀他们6个人？他想干什么？如此滥杀他，当我大梁无人了不成？不，我是怀疑，当年淑妃的死应该另有隐情。不瞒王兄说，淑妃当年难产而亡，朕确实曾经怀疑过，也指派了宁王和内廷司大力详查。只不过，陛下降旨详查，必定是十分周全。如果没有查出什么异样，只能说淑妃娘娘没那个福分。可这些年来，朕的心里总还是留着一个疙瘩。说不定这次他的亲兄长入京，还能够解得开一些陈年的旧结呢。请陛下恩准，允臣携平津宿卫前殿，相助禁军安防。王兄，你总是这么不放心朕，那宫里还有飞斩呢。退一步说，那就让平津来宫里植宿就行了，你可不许来。不要以为你的身子比朕好，毕竟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了，且不可太劳累。照你这么说，莫兹侯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他是真的要复查淑妃之死。听说当年陛下百般追查都没有结果，他如今又能查出什么？这倒有些不一样。陛下做事温平明理，判案不会单靠怀疑，总是要有些口证物证才能够处置。而莫兹侯就不一样了，他可以什么都不管，单凭问话就可以做出判断，而最后的结论如何，自然要看他自己如何采信了。
他若是有了结论，想干什么？私刑复仇啊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突然觉得他正是在用这种方法找到他的最终目标。大哥，你说说看。莫兹侯把自己的名号放在使团名单之中，追查起来又毫不隐藏。他正是在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，他是天下无敌的第一高手。他为淑妃而来，他杀人不眨眼，不在乎是否错杀无辜。没错，如果淑妃娘娘之死真的另有隐情，如今面对这样不管不顾、不讲理的寻仇，那么此刻一定有人正在为此惊慌。走，平姐，你随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内廷司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坚持住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快热水！帮帮我姐姐！帮帮我姐姐！娘娘，你坚持住啊，娘娘！娘娘，挺住！姐姐，娘娘，一定没问题的，你坚持住。你坚持住啊，娘娘！娘娘，娘娘，肚子好痛！你怎么了，娘娘？娘娘，我痛！娘娘！4起凶案，6名死者。是。莫兹侯的动作又快又狠。真不枉师傅千里传书把他给请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几起凶案，京兆尹府或刑部都没有接手，反而是荀大统领和长林二公子在调查。荀飞展、萧平清，这位陛下可真会用人呢。哼，想必又是长林世子的建议。师傅要安排人暗中跟踪吗？不，段同舟训练的死士，虽然本事不错，
但要想跟踪这2个人，火候还不够。先让他盯紧莱阳侯府。遵命。平章、平阶，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？徐大哥，飞展，莫子侯武功一流，人又在暗处，我们必须要跟上他的脉络，而且要抢在他的前头，才能阻止他接下来的行动。莫子侯杀的这6个人，都是宫里的在职人员，有太医稳婆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我们应该查一下淑妃难产时在场的人员。我们就是在查这些。你看，这是当年的详细笔录，还有，这是当年的检案奏折。确实应该抢在莫子侯的前头。莫子侯所有的举动，是在挨个重新审问当时在场的人。你们看看这个，这是当年在场人的名单。太医院，黄大人、王大人、稳婆，这些人都已经被莫子侯给杀了。按照这个顺序推断，下一个就是郑大人。走。这一夜白守了。他可能来过。等宫里的问话安排好，我就派人到王府去叫你。嗯。父王这么一早进宫，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？陛下今日偶感风寒，我不放心，进宫看看。那孩儿也……你气色不好，不必陪着了，在府里好生养着吧。你让飞展和平京重新调查淑妃之死，是不是？嗯。莫子侯隔了7年才来金陵城，一定是被什么由头勾起来的。对付这样的高手，他走一步我们跟一步，太过危险。不管多大的机会，我们总是要想办法占一点先手才是。这外臣调查内宫之事，会不会插手太深了？啊？若是真的查到了什么，自然是交由陛下处置。孩儿觉得没什么不妥。你决定就行了。上师再说一遍。莫子侯一夜之间在金陵城杀死6人，巡防营找遍全城，却无半点踪迹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寻仇。一臣之见，他并不相信淑妃死于难产，
特来找其根源，为妹妹报仇雪恨。臣猜测，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。上师，请明示。他有意制造为淑妃报仇的恐慌，让心虚者自然露出马脚，从而找到幕后真凶。娘娘，恕微臣冒昧，可否屏退左右？娘娘当年若是有何不妥，还望娘娘告知微臣，臣可以为娘娘弥补周全。娘娘对微臣有知遇之恩，臣定当尽心竭力。陛下更喜爱淑妃，我虽无奈，但也还能忍受。本宫害怕的是将来，怕将来陛下更爱淑妃的孩儿，胜过本宫的原石。若说当年没有那个想法，没为难淑妃，那自然不是真话。可是，最终淑妃的死，本宫没有下手啊，没有下手。既然娘娘什么也没有做，为什么会如此忧惧呢？上师可知道，被人怀疑，却又无从辩解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只可惜淑妃福寿太薄，竟然没能留住。有时她在看我时，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娘娘如此多心，倒像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了。陛下是本宫的枕边人，这些年尚且疑心未消，更何况莫兹侯，他一心为寻仇而来，在他心里，恐怕早就为本宫定罪了吧。淑妃呀，淑妃，你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？白神清楚娘娘的清白，臣会为娘娘祈福，让白神解开娘娘的心结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小心点儿。你我是同时加入大梁的，你私自带了什么东西，我自然知道。这东海诸教的韩信你是知道的，你但凡下手害人，哪能真的毫无破绽？可此刻庄和已经送出宫去，你所言当真？
字字皆由奴婢亲耳所闻，千真万确。这么说，莱阳台夫人确实有把柄在淑妃的手中。回皇后娘娘，奴婢只是中途听到二人对话，也并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只是听到一些只言片语。莱阳太夫人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莱阳太夫人从东海带来珠胶，下手的对象究竟是谁呢？回皇后娘娘，奴婢没有听清。如此一来，这位淑妃娘娘的姐姐，倒是可以变成朋友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莱阳太夫人，请起。赐座。谢娘娘。夫人最近气色不太好，都说相由心生，不知夫人为何事忧心呢？多谢皇后娘娘挂念，只是近日有些失眠而已，不要紧的。哦，也是啊，谁碰到了这种事情，还能做到高枕无忧呢？娘娘所言，臣妾有些听不懂了。我听说夫人从东海来的时候，偷偷带来了一样东西。娘娘，你怎么？没错，你的全部计划，淑妃都已经告诉我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请娘娘恕罪！娘娘，娘娘恕罪！虽然说你和淑妃同是东海来的姐妹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到了关键时候，兄弟反目、手足相残的例子，不还是屡见不鲜吗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不也落得如此下场，被他的亲兄弟给害死了吗？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妹妹身旁悉心照顾，丽妃多次向她出手，都被我挡住了。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对我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棒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愿是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。